我不欠你的，是叔叔借钱给他，又不是堂妹。这几年来，娘家的堂兄姐妹们，他也帮了不少，就是钱都给了不少。报恩报得太过，繁养出了一帮白眼狼。姐，我就是抱怨一下，又不是真的怪姐姐不帮我。小茹听到常太太说以后都不会再帮她，那股嚣张劲儿顿时收敛起来。姐，刚刚是我冲动了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那样说。姐，咱们是姐妹，虽说不是亲姐妹，但我们同一个爷爷奶奶，血缘上还是很亲近的。咱们打断骨头都还连着筋呢，你可不能不管我。小茹坐到常太太的身边，亲热地挽上常太太的手臂。常太太用力地扳开她的手，冷冷地道：小茹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天天不上班，在家里啃老。你爸妈一把年纪了，打店零工赚的钱都不够你啃，想花钱以后自己挣钱去。我们谁都不欠你的，没有义务充当你的提款机。以后我家里也不欢迎你。常太太早就对这个堂妹不满的了，她帮了那么多，堂妹还觉得她欠她的。杨太就是靠占为经营起来的，娘家亲戚没有本事帮到她，眼看杨太起来了，又纷纷找到她要进杨太上班。她厚着脸皮给他们安排了工作，他们倒好，拉帮结派，迟到早退，占公司的便宜，甚至想挤走占为，霸占分享占为努力成果。常笑跟他吵过几次架，常太太为了自己的家，为了自己的儿女，她才狠下心来，将娘家的那些野心亲戚全都赶回老家去。比较老实的是真心想要一份工作的亲戚，她没有为难，不过也不会再安排他们进杨太的总部了。常太太也知道那次之后，亲戚们对她夫妻是相当的不满，她给钱给物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贪欲了。穷的时候亲戚还是亲戚，当他有钱了，他并没有轻视穷亲戚，反而回报了很多，亲戚之间反而没有了亲情，有的是算计，是贪念。姐，常太太神色冰冷，小茹见她这样子也来了气，猛地拿起自己的包，这只 LV 包还是常太太送给她的生日礼物，不来就不来，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？等着，我一定要嫁个有钱人。说完，小茹气呼呼地走了。其他亲戚也觉得尴尬，想想他们这几年来做的也是有点过分，也是像小茹那样贪心。当初他们借钱给常笑，借的并不多，常笑还给他们的是他们借给常笑的10倍、10几倍，甚至几十倍了。遇到困难时，只要开口求助，常笑也会想办法帮他们。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常笑夫妻俩是做到的了。我们也回去了。几个人坐不下去了，个个起身告辞。常太太也没有挽留，只是起身相送。不过给他们准备的一点东西，常太太还是给他们拿回去了，是一些阳城的特产，不值什么钱。等亲戚们都走后，常太太回到沙发上坐下来，想想还是一肚子的火气。她打电话给常笑，常笑接听电话后，她在电话里向丈夫倾诉，吐槽堂妹的不是。常笑又想起了占为和她说的话，占为说他报恩太过反而是害，他是觉得老婆还在乎那些亲戚，无法真的斩断，占为便建议他们假装杨太出事了，缺钱跟那些亲戚打着借钱名义借走的钱要回来，看看有没有人愿意还钱的，也好让常太太看清楚那些人的真面目，对那些只知道占便宜打秋风的亲戚死了心。常笑安慰了妻子一番后，将占为的建议告诉了妻子。常太太沉默了片刻后，说道：过段时间再说吧，现在说他们肯定不会相信。阿维和兰小姐的婚事定了吗？常太太关心地问。还没有，不过也快的了，他家长辈下午就到阳城，他下午都不回公司了，去机场接叔叔阿姨们，两家长辈见面就是谈婚礼事宜的，到时候咱们也请叔叔阿姨吃顿饭。夫妻俩对占为那是万分感激，占为的父母他们也很重视，
长辈难得来一趟阳城，他们肯定要尽一尽地主之谊，请占维的父母吃饭，那是自然的。老常，我挺担心小茹会跑去纠缠占维的，你说他会不会发疯？常笑说道，不用担心，以前他都缠不上占维，现在就更不用说了。他连兰大小姐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凭什么跟兰大小姐争？爱慕占维的苏总等人都不与兰大小姐争呢，知道争不过，他们的出身地位都不如兰若若。兰若若和占维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，主要是占维爱的是兰若若，苏总是很喜欢占维，知道占维爱的是兰若若后，苏总就放下了，只与杨太谈生意。刚才他们说占维就是一个打工仔，说咱们太给占维面子了，我一气之下就说了占维的真实身份。咱们家日子好过后，小茹总是嫉妒我，一心想嫁豪门，也当个少奶奶。看在叔叔婶婶的份上，我不想和他计较，就怕他知道占维原来是千亿豪门的少爷，又跑去纠缠占维，给占维和兰小姐添堵。常太太说道，不用担心，杨太又不是他想进就能进的。占维平时出入都开车，出入的场所都不是他能随便去的，他就算想缠也没有机会缠上去。当初他也尝到过占维的狠辣手段，吃过无数次大亏，除非他真不怕死，那就是他的事了，我们不管他。叔叔婶婶那么好的人，怎么就养了小茹这种不懂得感恩的女儿？常太太的叔叔婶婶还是不错的。常太太叹着气，是我们做错了，我们不该那样回报他们。占维不回公司，你多做点事了，他的人生大事轻视不得，咱们跟他如同兄弟一样处着，在这个时候要帮他分担工作量，让他可以安心准备他的婚礼。常笑恩着，我这不是天天回公司上班呀，就是我能力有限，真的力不从心啊。还好现在的杨太稳定，那些管理团队都是占维培养出来的，有他们在，我还能勉强应付得了。若是换做前几年，常笑真没有那个本事。你也要注意休息，别累坏了身体。放心吧，我很注意保重身体的。老婆，我午休睡20分钟也好。行，你去休息吧，我出去走一走，散散步，消消气。常太太被堂妹气得够呛的，夫妻俩结束了通话，而导致常太太姐妹俩反目的占维，已经带着兰若若一起去了阳城机场，等着给父母接机。下午3点过了，占维就时不时打电话给母亲，好不容易打通了，二太太说道，老七，飞机刚落地，你到机场了，等会儿哈，你在机场出口等我们就行。行，妈，我和若若在出口等你们，行李箱是不是很多？我们每个人都带了2个行李箱，你和若若一起来的呀，若若那么忙，干嘛打扰她，占用她的宝贵时间呀？我们打车去你那里就行了。二太太心疼准儿媳妇，觉得儿子浪费了儿媳妇的宝贵时间，儿子的时间都没有儿媳妇的时间那么值钱。若若带了几个保镖，开了几辆车过来，你们有多少行李箱都够装了。占维自动忽略母亲抱怨他占用了若若的时间，反正他父母就是有了儿媳妇，儿子就靠边站的了，好像儿媳妇才是他们亲生的，儿子是充话费送的，太麻烦若若了，还是我的儿媳妇细心体贴。占维，其实很多东西过来再买也是可以的，不必大老远带过来，我们的珍藏品现在想买都买不到。占维不吭声了，他给兰若若的彩礼自然少不了珠宝首饰，他自己在阳城买了不少珠宝，是发现爱上兰若若后他就开始置办了。母亲给的的确更珍贵一点，奶奶估计也会给一部分，奶奶收藏的那些珠宝才是值钱。先不聊了，爸妈先下飞机。二太太也不等儿子回话就挂了电话，夫妻俩还有唐群业等人前后后下了飞机。20几分钟后，爸妈大伯我们在这里。占维看到了父母等人，边招手边叫喊，
好多人都看向他。蓝若若好笑地说你应该拿个大牌子过来，高举着牌子，然后拿个喇叭，那样你爸妈就能听到了。来得太匆忙，没有准备到。蓝若若失笑不已。等长辈们走出来了，战维连忙上前从唐君叶还有母亲手里接过2个行李箱。蓝若若也要帮忙，二太太连忙阻止她，说道：若若，不用你拿，就让战维拿着可以了，他力气大。没事的。蓝若若还是从二太太手里拉过一个行李箱，又从三太太手里拉过一个，她带来的保镖则从其他人手里接过了行李箱。二太太看蓝若若就像看着宝贝似的，笑得像一朵花。若若，太麻烦你了，还要你过来接我们。蓝若若笑着，阿姨，这是应该的。战维没有提前和我说，我都不知道叔叔阿姨下午到，要是早知道，我早安排好。阿维也是临时临急通知我们，我们就匆匆忙忙过来了，没事。有阿维占用了你的时间，阿姨都觉得不好意思。你那么忙，阿维还叫你过来。刚才在电话里我说他的了。蓝若若笑，我跟我哥说一声就好，随时都走得开。阿姨过来，我肯定要来接机的呀。阿姨，你们带了这么多东西过来吗？二太太答道，不多不多，距离远了点儿，要是近一点儿还能带更多，给你和你家人准备了一点礼物。蓝若若说阿姨太客气了，你们来就来了，不用买礼物的，以后可不要再破费。小意思，准婆媳俩聊得欢。蓝若若也没有忽略唐君叶和三太太，时不时会和2人说说话。战维的父亲3兄弟在小辈面前都话不多，蓝若若跟3位长辈打打招呼，聊上2句，便由战维和他的父亲叔伯们边走边聊。伯娘怎么不带宝宝和贝贝过来？蓝若若对唐君叶说道，我怪想小兄妹俩的，我倒是想带他们，老太太不同意，说暑假快结束了，要留他们在家里收收心，免得开学后适应不过来。开学后宝宝就读小学1年级的了，是小学生了。提到一对孙儿女，唐君叶眉眼都是温柔，那就是他的新建宝贝。还有战池，这是战远和欧阳雅的儿子，9月份便上幼儿园，宝宝读书肯定很聪明。唐君叶说道，他爸妈上学的时候都是学霸，他兄妹俩应该不会差吧，不过也不好说，多少父母都是学霸的，生的孩子却是学渣的呢。话是这样说，唐君叶自信得很，相信他的孙儿女绝对不会是学渣，就凭宝贝现在的聪明劲儿就可以看出来。上幼儿园时，宝宝就认识了很多字，算术也快，记忆力好，一开始练5强身健体，琴棋诗画也都开始安排了。他们战家的孩子需要全面发展，瞧着宝宝和贝贝那聪明劲儿，就不可能是学渣。贝贝会说很多话了吗？前不久，蓝若若才跟着战维去了一趟管城，在悠悠山庄住了几天，回到阳城也没多久，他就觉得过去了很长时间，想知道那个浴血可爱的小娃娃是否会说很多话了。每当贝贝用着软糯的声音叫他阿姨时，蓝若若觉得自己的心都要融化了。孩子一天一个样，现在贝贝会说多一点的话了，之前只能说2个字的，现在能说较长的一句话，就是越来越调皮了，再大一点怕是能上房揭瓦。他太奶奶又宠着他，他妈妈就总是说大家那样宠着他会把他宠坏的。海童疼孩子，但他不溺爱，如今家里就他对孩子的管教是最正常的，不会溺爱。就是战印面对宝贝女儿时，都舍不得多管一下，一味的宠着。唐君叶认为自己家的家风好，孩子现在还小，多宠一点都不会宠坏的。况且儿媳妇对孩子的管教抓得紧，他们当爷爷奶奶的不抓教育，只管疼爱孩子，教育是儿子儿媳妇为人父母的事。